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。分手当天，三个弟弟掀翻全场故事解说。几位兄弟私下商议着认亲的事宜。时隔20年，他们不清楚失散的姐姐如今的模样和心性，觉得直接认亲太过仓促，便打算借着这次机会好好试探一番，看看姐姐对他们几人的真心究竟有多少。二哥十分赞同大哥的想法，直言自己最擅长演戏，主动想要多表现一些。大哥连忙叮嘱二哥少说话，避免言行出错露出破绽。其他兄弟也纷纷听从大哥的安排，跟着一同前往赴宴。酒店的庆功宴上，陆明当着所有亲朋和领导的面，真诚感念张总的提携之恩。他坦言自己出国学习的4年时间里，为了攒钱支撑学业，同时供张总考取高级工程师证书，一天同时打4份工，每天仅仅休息4个小时。长期不规律的饮食让他患上了胃萎缩。如今学成归来，他觉得自己多年的付出全都值得，言语间满是欣慰。在场的宾客听闻陆明被苏氏集团录取，纷纷露出惊讶的神情。就在这时，江婉婉出现在宴会现场，她朴素的穿着与整场奢华的宴会格格不入，引来众人的议论和轻视。大家都猜测她是得知陆明出人头地，特意赶来攀附要钱的。陆明看到突然出现的江婉婉，脸上满是不耐和诧异，开口询问她为何会来此处。江婉婉解释自己一直联系不上陆明，听小周说他在这里举办庆功宴，便特意过来看看。陆明态度冰冷，直言这场合不适合江婉婉，催促他立刻回去。江婉婉连忙安抚陆明，保证自己不会给他添麻烦。就在气氛僵持之际，几名年轻男子快步走到江婉婉身前，亲切地开口喊她姐姐。江婉婉满脸错愕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反复确认对方的称呼。其中一名弟弟拿出一枚玉佩，递到江婉婉面前，让她仔细辨认。看着熟悉的玉佩，江婉婉瞬间回忆起过往的往事。20年前的灯会，年纪尚小的江婉婉和几个弟弟意外走散，年幼的弟弟当时吵着要吃街边吹的糖人，哭闹着不肯离开。江婉婉无奈之下，叮嘱年纪最大的弟弟看好其他人，自己独自跑去街边买糖人。可等他回来时，几个弟弟早已不见踪影。时隔20年，姐弟几人终于再度重逢。弟弟看着眼前的姐姐，满心愧疚，直言当年的意外全都怪自己。江婉婉温柔安抚弟弟，告诉他们当年的事情并非任何人的过错，还笑着调侃弟弟长大之后依旧和小时候一样爱哭。弟弟们转头看向站在江婉婉身旁的陆明，误以为他是江婉婉的丈夫，开口想要称呼姐夫。陆明却立刻出声打断，态度疏离冷漠，表示暂时不必如此称呼。一来双方的亲属关系还未彻底确认，二来他和江婉婉也并未成婚。江婉婉当即向陆明介绍，这几位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弟弟，明确告知两人的姐弟关系确凿无疑。随后弟弟们热情地拿出从老家村里带来的物件，当作初次见面的礼物送给江婉婉，称这是城里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，满心期待姐姐会喜欢。众人看着弟弟们递过来的破旧水缸，纷纷嗤之以鼻，暗自调侃这般破旧的物件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珍贵之处，还议论着几人衣着朴素简陋，陆明的女朋友未必真心愿意认下这几个穷酸亲戚。另一边，身在外地的老三接到消息，得知找到了失散20年的姐姐，瞬间激动不已，立刻表示要马上订机票赶回来，和兄弟们一同与姐姐团聚。几兄弟早已私下做好约定，趁着陆明这场入职宴完成认亲，同时借机试探姐姐的真心。他们早已许下承诺，若是姐姐顺利通过试探，真心接纳他们，大哥便将自己手中苏氏集团70%的股份赠予姐姐，另一人会将名下所有医院80%的资产转给姐姐。身为娱乐圈顶流的老三更是直言，日后要为姐姐购置别墅、游艇和私人飞机，让姐姐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人。陆明看着眼前混乱的场面，满心烦躁，连忙催促江婉婉赶紧把几人打发走，顺带把这口破旧的水缸丢掉，觉得物件十分晦气。身旁的人也跟着附和，认为这口水缸不该留在宴会现场。江婉婉见状连忙开口解释，打消众人的误会。她表示自己并非想要赶走弟弟们，反而十分珍视这份远道而来的心意。她看着沉甸甸的水缸，心疼弟弟们长途跋涉扛着重物，累得满身是汗，郑重表示自己会把水缸带回家好好安放，坦然收下了这份特别的见面礼。弟弟见姐姐没有嫌弃礼物，便笑着询问姐姐是否好奇缸内的东西。江婉婉凑近闻了闻，闻到一股浓烈的异味，疑惑询问里面是不是制作的肥料，味道十分刺鼻。弟弟连忙解释，缸里装的是正宗的农家大酱，还热情表示回家之后要亲手给姐姐做大酱汤，味道十分美味。周围的宾客听闻这话，纷纷出言调侃，嘲讽刚入职苏氏集团的陆明竟然喜欢吃如此怪异腥臭的食物，直言他十分接地气，现场哄笑声不断。接连的调侃让陆明颜面尽失，
他愤怒地看向江婉婉，质问他是不是故意让自己当众难堪，再次催促他立刻让几人离开。江婉婉为了顾全陆明的面子，不想让这场入职庆功宴彻底闹僵，只好妥协退让，安抚陆明，表示今天是他的好日子，自己事事都会依着他。随后，他礼貌向在场宾客致歉，为大家带来的困扰表示抱歉。接着，带着弟弟们起身换到了偏僻的座位落座。坐下之后，江婉婉看着身形消瘦的弟弟们，满心心疼。他感慨几人小时候都是胖乎乎的小圆脸，如今个个身形单薄，模样大变，自己险些认不出来。弟弟笑着告知姐姐，自己是因为常年辛苦工作才变瘦，随即反问姐姐为何也身形消瘦，忍不住追问这些年他究竟吃了多少苦。提起过往，弟弟满心愧疚，直言当年都是因为自己执意要吃糖人，才导致姐弟几人走散，让姐姐独自受苦20年。江婉婉连忙安抚弟弟，不让他继续自责。弟弟郑重向姐姐承诺，往后绝不会再让姐姐受半点委屈。看着依旧善良温柔的姐姐，几人心中满是欣慰，感慨心底善良的姐姐从未改变。江婉婉强忍心底的酸涩，告诉弟弟们相聚是高兴的事，不要随意落泪，随即招呼大家安心吃饭。就在众人用餐之际，一位娱乐圈顶流艺人突然现身宴会现场。现场一位粉丝见到偶像后瞬间失控，激动万分，直言自己是这位艺人的骨灰级粉丝，连他脖子上的痣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被粉丝认出的艺人连忙低调示意对方保持安静，提醒对方自己是在体验生活，现场可能有隐藏摄像机，叮嘱粉丝守住秘密，不要声张，还贴心给对方送上了亲笔签名照。平复好心情后，几人叫来服务员准备点餐。江婉婉因为胃部不适，开口点了一碗海参粥。这番点餐再次引来旁人的嘲讽，有人出言讥讽江婉婉不自量力，装作有钱人的模样。陆明见状更是怒火中烧，质问江婉婉既然答应带人离开，为何几人还留在现场？他明确告知江婉婉，今天是自己的入职庆功宴，不是他和几个穷亲戚的认亲宴，让他不要肆意胡闹。江婉婉态度坚定地表示，今天的宴会对自己和陆明同样重要，他不想在这样的日子里心生不快，随即主动提出这场宴会的所有开销由自己承担。旁人听闻十分意外，觉得这对江婉婉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江婉婉为了不让弟弟们受委屈，直接吩咐服务员给现场每一桌都加菜，点了海参粥、佛跳墙、清蒸燕菜、蟹粉狮子头、葱爆海参、野生鹿肉、冰糖雪燕等诸多名贵菜品，想要让所有人都吃上丰盛的饭菜。一旁的人看不惯江婉婉的做法，出声制止，直言以江婉婉的收入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挥霍浪费。对方还挑衅表示，若是心疼钱，就让江婉婉的弟弟们自己支付账单。江婉婉没有过多争辩，直接拿出身上的绝版旧币付款。旁人见状纷纷嘲讽，觉得他拿出的零钱微薄寒酸，连打发叫花子都不够。面对众人的嘲讽，江婉婉的弟弟开口解释，这些并非普通零钱，而是绝版旧币，单单一张的价值就高达上千万，瞬间打破了众人的偏见。江婉婉看着眼前的闹剧，淡然询问众人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弟弟们让他丢人现眼？不等旁人回应，江婉婉便坚定表态，这3位是自己最亲近的家人，无论他们何种模样，自己永远不会觉得丢人。江婉婉还坦言自己如今能力有限，没办法给弟弟们优渥的生活，希望弟弟们不要嫌弃自己。弟弟们连忙安抚姐姐，表明自己绝不会嫌弃，还提起小时候的约定，儿时的他们曾许诺长大之后赚很多钱给姐姐花，如今虽然未能兑现儿时的诺言，但姐弟之间的亲情永远不会改变。陆明看着始终维护弟弟们的江婉婉，心中怒火更盛，出言嘲讽江婉婉执意要当帮扶弟弟的伏地魔，直言自己不愿再和他牵扯，提出要和他一刀两断，彻底分手。江婉婉满脸错愕，询问陆明是否真的要和自己分手。陆明满脸得意和傲慢，坦言自己即将入职苏氏集团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如今的江婉婉早已配不上功成名就的自己，他还大肆炫耀苏氏集团的实力，声称集团上个月成交量高达500亿，稳居房地产行业首位。话音刚落，江婉婉的弟弟便精准纠正，告知众人真实成交量是832.6亿，还点名这是苏氏集团的内部机密数据。在场的张总听闻精准的数据，顿时心生疑惑，看着眼前其貌不扬的年轻人，觉得对方十分眼熟，开口询问他是否曾经在苏氏集团工作过。一旁的人连忙帮陆明解围，嘲讽年轻人只是普通农民工，学历和能力都达不到苏氏集团的入职标准，根本不可能接触到集团核心机密，不过是随口吹牛，哗众取宠。众人纷纷催促江婉婉识趣离开，直言他和他的弟弟们留在现场格外碍眼，让人心生不适。看着绝情冷漠的陆明，江婉婉满心悲愤，细数自己4年的付出。这4年里，他日夜不休，辛苦打拼，
每天不敢有丝毫懈怠，甚至熬出严重的胃病，就是为了攒钱供陆明出国深造，不耽误他的学业和前程。当初陆明曾许诺，学成归来就带他过上好日子，迎娶她入门。可如今功成名就，却反过来嫌弃一身疲惫的自己。江婉婉质问陆明，当初伸手向自己要钱求学时，为何从未觉得自己恶心？陆明毫无愧疚之心，反而倒打一耙，声称自己从未主动索要钱财，是江婉婉上赶着付出，4年里如同膏药一般死死纠缠自己，直言自己早就想要和他断绝关系。弟弟们见姐姐受辱，瞬间怒火攻心，厉声斥责陆明忘恩负义，毫无良心。姐姐辛苦供他读书，累出胃病，他不仅没有半句感恩，还肆意诋毁羞辱姐姐。陆明依旧态度嚣张，嘲讽对方只是一无所有的小摊贩，没有资格指责自己。双方冲突一触即发，一旁的人连忙劝阻，提醒动手打人会触犯法律，不值得为此惹上麻烦。弟弟冷静下来，表示想要惩治陆明有无数种办法，不必冲动动手。江婉婉彻底心死，果断向陆明提出分手，同时要求陆明全额归还这4年自己花费在他身上的所有钱财。陆明拒不承认，质疑江婉婉没有证据，甚至反咬一口，指责他故意栽赃、敲诈勒索。江婉婉冷静告知陆明，自己4年来的每一笔转账记录都完好保存，足以证明所有付出。另一位弟弟霸气护姐，郑重告知陆明，会让他将所有钱财连本带利全部归还。陆明满脸不屑，出言挑衅，拭目以待。与此同时，一群保镖突然抵达现场，众人都以为是陆明找来的人手，纷纷猜测陆明看似普通，实则颇有本事。姐弟几人毫无惧色，直言即便对方是陆明找来的人，自己也绝不畏惧，感动他们分毫，必将付出惨痛代价。可保镖却当场解释，他们并非陆明的人手，而是受王先生所托前来接待婚宴来宾，只是不慎走错了场地，现场瞬间陷入尴尬。闹剧落幕，弟弟们提议结束这场闹剧，动身回家。其中一名弟弟有些无奈，疑惑几人是否要步行回家。江婉婉安抚弟弟，告知大家自己有车，让弟弟们先把带来的水缸放在地上，自己去开车过来。看着姐姐开来的小型车辆，弟弟们满脸诧异，一时不知该如何落座。江婉婉连忙安抚众人，告知车子虽然看着小巧，但十分结实耐用。她细心安排大家将水缸放在车辆中间位置，让3名弟弟挤坐一旁，叮嘱众人坐稳扶好，不要随意晃动，避免掉落。乘车途中，江婉婉看着身旁失而复得的弟弟们，心中满是踏实。她感慨过往的岁月如同一场虚幻的梦，如今姐弟团聚，往后的日子他们一家人好好相伴，踏实度日即可。宴会这边，陆明依旧在向张总表忠心，声称自己一定会好好工作，努力出人头地，不辜负公司的栽培。张总十分看好陆明，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表妹介绍给他认识，约定2人次日见面。陆明满心欢喜，连忙举杯感谢张总的提携和关照，心中暗自得意，坚信自己未来前途无量，笃定江婉婉迟早会后悔，跪着前来求自己复合。另一边，江婉婉带着弟弟们回到了自己的住处，看着简陋狭小的居住环境，弟弟们满心心疼，忍不住感慨居住条件太过简陋。江婉婉却十分知足，坦言如今的房子最起码不会漏雨，比起之前的居住环境已经好了太多。她告诉弟弟们，自己此前一直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，每逢下雨，积水几乎能漫到腰间，一整晚只能站着将就度日。她愧疚地表示，房子空间狭小，委屈弟弟们跟着自己挤住。弟弟们纷纷安抚江婉婉，心疼她这些年独自承受的所有苦难，郑重向她承诺，从今往后有他们陪伴，姐姐再也不会吃苦受累，往后全是安稳顺遂的好日子。弟弟们坚持让江婉婉睡在床上，自己3人打地铺将就，坚决不让姐姐再受半点委屈，还笃定地告诉江婉婉，他们一定会努力让姐姐过上优渥的生活。为了改善生活，安稳度日，江婉婉打算自主创业，开一家小店铺做生意。她主动找到商铺老板，询问租房事宜，得知店铺年租金15000元。手头拮据的江婉婉想要和老板商议降价，却被老板直接拒绝。老板直言没钱就不要耽误自己做生意。年纪最小的弟弟十分单纯，提议让姐姐开一家小卖部，这样自己以后就能经常吃到冰棍。另一位弟弟格局更广，直言开小卖部没有太大出息，鼓励姐姐心怀大志，努力赚钱出人头地，带着大家过上好日子。江婉婉看着眼前的商铺，心中满是感慨，小时候自己瞧不上的小店铺，如今就连租赁都被赶吃力。几人回到住处后，江婉婉贴心为弟弟们准备了吃食，让大家品尝味道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陆明正在和心结实的萌萌相处。他刻意抹黑江婉婉，谎称是江婉婉一直死缠烂打纠缠自己，自己从未将他放在眼里。
他还对着萌萌深情告白，声称对她一见钟情，是萌萌让自己重新相信真爱，承诺往后只对他一人真心相待，事事听从他的安排。萌萌听闻后十分动容，决定给陆明相处的机会。这边的弟弟们细心发现江婉婉面色憔悴，状态不佳。凭借对姐姐的了解，他们知道姐姐性格节俭，身体即便出现不适也舍不得去医院检查就医。几人悄悄商议，打算找机会让懂医术的二哥偷偷为姐姐把脉，暗中检查姐姐的身体状况，默默守护姐姐的健康。二哥主动揽下这件事，自信表示交给自己完全没问题。随后，弟弟买来热乎的包子当做加餐，几人相伴吃饭闲聊。调皮的老三突然玩心大起，和大家玩起了绑架的小游戏，故作严肃吓唬众人。大哥二哥早已习惯他的性子，十分淡定。老三撒娇央求姐姐陪自己玩一次过家家，坦言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玩这类游戏。江婉婉无奈又宠溺地安抚他，让他乖乖吃饭，不要贪玩胡闹。饭后，江婉婉认真思索未来的生计问题。她觉得四处零散打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安稳开店做生意才是长远之道。她早已看好了一处绝佳的商铺位置，地处金桥路，紧邻实验小学和3个居民小区，人流量充足，客源稳定，是非常适合做生意的地段。弟弟们得知姐姐的想法后，全员表示支持，鼓励姐姐大胆放手去做，主动提出店铺租金由自己承担，不让姐姐有经济压力。江婉婉却不愿拖累弟弟，坦言租金目前还差一部分，自己可以慢慢攒钱补齐，让弟弟们安心忙自己的事，不必为自己操心。身为顶流艺人的老三得知姐姐的顾虑，当即决定推掉近期的广告工作，趁着新戏开机前的空闲时间，留在家中全力帮忙扶持姐姐。江婉婉见状十分震惊，不敢相信弟弟竟然是能够拍摄广告、出演影视剧的明星，心中满是诧异和欣慰。